家人们，大新闻，科技战的风向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就在大家还觉得这股寒风会越刮越猛的时候，美国那边突然踩了个急刹车，悄悄地松开了那只扼住咱们芯片产业喉咙的手。没错，我说的就是那个芯片设计软件的出口限制，现在解除了。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实打实的官方通知。全球芯片设计软件的三巨头，像是西门子、新思科技、凯登电子，这些名字可能听着有点陌生，但你得知道，他们在芯片界的地位，就如同咱们手机里的操作系统，是绝对的核心与基础。他们已经亲口证实，美国商务部给他们开了绿灯，以后跟咱们中国做生意，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层层审批，看政府脸色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棋局可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咱们先得搞明白，这个芯片设计软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DA 工具，到底是个什么神仙玩意儿？你把它想象成一位建筑师准备建造一栋摩天大楼时用的设计图纸软件，只不过它设计的不是楼，而是我们手机里、电脑里那个比指甲盖还小，却集成了数十上百亿个晶体管的芯片。没有这套软件，芯片设计就如同天方夜谭，好比让你用算盘去计算天体运行的轨迹，根本无从下手。所以你看，当初美国一纸禁令下来，就像是瞬间抽走了所有顶尖建筑师的设计工具，其用心之险恶不言而喻。他想让我们的芯片产业一夜之间倒退回石器时代，然而这才没过多久，怎么就突然180度大转弯了呢？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别天真了，国际博弈的牌桌上从来没有温情脉脉，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背后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极限拉扯。美国需要我们的市场，那些软件巨头的财报可不会说谎，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客户，他们的股价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股东们的脸都绿了。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能卡住全球高科技脖子的资源里。关键稀土矿物，这可是咱们的王牌。稀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从你手里的手机屏幕到天上的战斗机引擎，都离不开它。而咱们中国掌握着全球绝大部分的稀土供应，所以这盘棋的全貌就清晰了。美国用芯片软件做筹码，我们用稀土矿产当底牌，你来我往，互相试探底线。最终双方似乎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交易。美国人说，好吧，我让你们用我的设计软件，你们也别在稀土出口上磨磨蹭蹭，让我家的喷气发动机和各种高科技产品能顺利生产。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过招，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内力比拼早已分出高下。这次解禁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更像是一次双方都不得不做的战术调整。对美国而言，他发现彻底锁喉的代价太大了，不仅重创了自家企业的利益，还可能激发我们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姿态，加速自主研发的进程，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手握稀土这张王牌，但芯片产业的发展也确实刻不容缓。能够重新获得先进的设计工具，无疑是为我们的追赶之路扫清了一大障碍。这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对手试图在我们鞋里放钉子，结果发现我们光着脚也能跑，而且跑得更快。于是他只好又把钉子拿了出来，因为他怕我们跑到终点时，他自己的鞋也磨破了。所以家人们，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简单的胜利，然后就高枕无忧了。这更像是一次中场休息，是一个警钟。它告诉我们，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赖别人的工具终究是受制于人。今天它可以松开，明天它同样可以再次收紧。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工具箱里有足够强大的可以替代它的工具。这次的经历就像一次深刻的实战演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
也更加坚定了自主创新的决心。风暴或许暂时停歇，但远方的天空依然乌云密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宝贵的喘息之机，埋头苦干，奋起直追，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能够自信地站在世界科技之巅。那么对于这次的解禁，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这到底是休战的号角，还是一场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宁静？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